高先生啊，那么你的这个家境应该也是蛮显赫的，是吧？其实我并不知道，之前我以为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，我父母从事医学上面的工作，那我就是一个医生家的孩子。之前的话他们没告诉你？对，我只知道我爷爷曾经当过总领事，是中国驻新加坡的总领事。那你爷爷的名字叫什么呢？我爷爷叫高林柏，在百科上面是有那个资料的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。那么他呢，那个早期参加这个统一大中华的北伐军的这个工作，所以他在北伐军的总司令部里面担任机要秘书，那么为总司令呢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。北伐军的成功之后呢，就是迁都到南京，那么他就脱下军装呢，就成为文官，那么一直到他1936年开展新的工作，成为外交人员。我爷爷是主动，他离开了这个国民政府，也就是在1946年的4月1号离开了，因为当时要打内战了嘛，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政府的岗位，就是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就来到了上海。因为当时我的曾祖父、曾祖母都在上海生活，所以他就来了上海。那么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就是说比较厉害一点的人物？有啊，比较厉害的人物啊，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看完照片你就知道了。手机死机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。那么照片中的4个人，啊，这是大哥、三哥、二哥和小弟，他们都是我祖母的弟弟。首先讲小弟，最小的名字叫吴安然，对，他们其实4个人都是然字辈啊，都有然。吴安然他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医务人员，他的前半生，他的青年时期曾经是中国的空军。中国的空军在抗战的时候，也就是要去轰炸敌占区的。胜利之后呢，他就没有继续在空军服务了，他就退役了。退役回到地方呢，他就是跟他的3位哥哥一样去学习了医学，所以他是搞免疫方面的。那么这边的大哥呢，叫吴瑞平，又叫吴浩然啊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2个、3个名字啊，什么叫浩啊、字啊，我都闹不清楚啊。对。那么他呢是协和医院的儿科医生，在抗战的时候呢，1940年到1942年这一段时间呢，他们那个医院呢被日军占领，就是把所有的医院的人员都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之后呢，他和他们的主任呢就把这个儿科呢就搬到自己家里，在自己家开儿科医院，也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儿童医院。那么一直这个医院开到1951年的时候，他们去找到了当时的市长，姓彭的一位，让市政府来接手，把这家医院继续办下去。那么他们当时的院长呢，也就是最早的时候儿科的主任朱富堂教授。那么朱富堂教授呢，就是成为了这个新北京市儿童医院的院长。那么吴瑞平呢，就是作为他的副院长，一直干到退休。老二叫吴阶平教授呢，他是协和医院的泌尿外科的专家，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以前的院长和后来的荣誉名誉院长。那么他的工作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网友们可以上网可以查一下啊，很杰出的人才和杰出的一位医学专家，也是曾经是我们93学社的主席，也担任过国家的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的第8、第9届的副委员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我祖母的另外一位弟弟，这位呢是吴蔚然医生教授，是北京医院，以前也是协和医院的，他是普外科医生。那么他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在中国的第1代领导人的身上做过外科手术的医生。那么他呢组建了一个中华医学会的代表团，到美国去，作为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破冰之旅的一个回访的代表团。因为美国和中国在1972年的时候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，那么政府之间呢是不能进行互访的，所以呢是
委托他成立了一个民间代表团。所以到了美国呢，他在电视上呢也出现了，全美国很轰动。